小宅啊，我就是认为说要善用一些透明的材料，比方说玻璃或亚克力，那就透明的嘛，就看得到嘛，它可以让空间显得没那么拥挤。镜子我倒是认为那个是商用空间再去考虑的事情。一般我们的住宅不喜欢说贴太多的镜子你就让那个玻璃或亚克力这样就很好了，那个通透感有出来，这样子就好了。你不要为了要显空间大，我们要贴一堆镜子，处理不好就变汽车旅馆那第二个是装潢的色调，当然就是尽量以浅色为主啊，这个跟买车同样道理啊，同款车黑色显小，白车显大，都是这样真的啊，就很有名的图片嘛你去路上看啊，同一个型号白车看起来就比较大，你看那个白车要过窄巷你就觉得说它会撞到那黑车要过窄巷就觉得它没差就是这样，视觉上有放大的效果，所以就是浅色系嘛明亮跟宽敞，这样很好啊，可以很有效的去改善那个小宅看起来空间很小的问题。小宅装潢要避开这3个雷区：矮墙分区让空间瞬间放大，加折叠家具与仓储收纳心法一次搞懂。先说结论小宅装潢常见的3个雷区：第一，过度切割空间；第二，家具买太大；第三，系统柜做太满。你在做下去之前，最好要先想一想。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可以很简单嘛，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小坪数的装潢重点这次我们就来聊小坪数的装潢。这个也是观众朋友在敲碗的那我就来讲一讲。先讲一下我对小坪数的定义就是全幢在15坪以下的房子，如果是电梯大楼的话10坪可能只有10坪那我们就来讲说，如果你就必须要去小坪数的房子里去装潢去居住的时候，要避开的几个雷点第一个，过度的切割空间，就是你坪数本来就太小了，然后你还弄了一堆隔间的墙壁之类，会让整个空间显得更加狭窄。例如说你在客厅跟餐厅中间弄了一道实体墙那这个的好处当然就是厨房的油烟不会飘过来嘛，可是视觉上会变得相当之拥挤那我会更建议你说像这样就是做到矮墙就好了那这样整间房子就看起来就是宽敞会很多，而且客厅的阳光也可以洒到厨房去这样做是明显比较理想的。你也怕油烟的话，上面封玻璃这样也行。现在有很多那个新的建案推出来真的很小，就是什么一房一厅，然后会规划这种通常都只有就是尽头啊才会有一个落地窗的采光那一进去是客厅那你中间再做墙给它封起来的话，哇，那个就纯粹暗厅纯粹暗厅的话，可能你在里面居住久了，那心情都不太好之类的。反正一房一厅就很怕去遮到那个采光就对了，然后就要硬留那个采光，就会变得就搞出很多很奇葩的操作。我八卦的时候我会讲说我是怎么操作，我现在用起来我觉得哇效果真是好。好，那我会建议你就直接做矮墙不然就是屏风做矮柜这样就好了，来做分区。再来你要知道不要买太大的家具，常见的第二个状况就是家具太大会变成说你空间本来就小，如果要硬挤一张4人桌或6人餐桌，那你就变成说行走的空间会变得极端的窄。我就会推荐你买类似折叠桌嘛，像这个 IKEA 的它可以打开来变4人桌那你用不到的时候再收回去，那你就可以应付家人朋友来聊天什么的只用场景另外讲一下沙发床这个东西，我真的不太推荐，因为它同时要去兼顾座椅支撑跟躺卧的功能所以它的结构上天生就怎样比较脆弱，木板也薄很多，而且沙发床我还没有遇过那种就是你翻身或是干嘛它不会叫的，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吗，铁架嘛，然后你在翻身的时候奇奇怪怪的。那我也不太相信你一年会有几个朋友来家里过夜如果你真的有办法去泡到一个妹来你家过夜，你给她睡沙发床你怎么想的就去外面好没事那现在台湾交通很方便通常都不会过夜了啦，如果会的话就直接在外面订外面的旅馆这样子就好了，人家住起来比较舒服比较自在。对啊，人家生活反正你住别人家你自己心里也是不太舒服嘛，对不对你就喜欢大便不冲水，然后去住朋友家，到底是都要演一下住的也拘谨不舒服这样那沙发床我实在是没有想到什么刚需的应用场景真的是没想到，或是
真是没想到，你有想到什么沙发床是刚需应用场景跟我讲吗？那最后你要知道，收纳不要做的太夸张哦，这个也是很多第一次买小宅的人会遇到的问题啊，就觉得自己房子很小，收不了东西，所以就怎样做好做满一大堆系统柜哦，系统柜给它做到天花板这样，那这样很容易会变成过犹不及，因为太多系统柜哦，视觉上哦跟感受上都是更加的挤，像这张图。哦，系统柜都给它做到天花板哦。那收纳是收纳啊，这收纳是一回事啊，平常也不会拿嘛，因为拿还要爬楼梯干嘛的，然后一年也开不到一次啊。那下一次你要开的时候，应该就是准备搬家。我可以推荐你一个方法哦，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个人仓库出租哦，像摩尔空间这种的，那你可以考虑说把一些东西放在个人仓库哦，那他每个月要付租金啊。你说他每个月付租金很不划算，但是那个租金的费用再贵不会比你这个房子还贵啊，真的是这样啊。哦，双北比较有可能，像中南部我就知道哦，很多人哦会放老家哦，或是说真的就去租一个房子，然后就当仓库来使用啊。通常租那个房子哦，你租套房就好了，就很好放了哦，就当你的仓库怎么样，大概都没什么问题。然后套房的租金很便宜啊，然后你都毛起来放，床架、床垫什么都往里面放。我知道南部是很多人是这样子做的。好，然后等你把东西都放到这个仓库以后，你会发现哦，真的半年一年，你基本上不会去那个仓库拿什么东西啊，那就代表说就是所谓断舍离的心法嘛，哦，就这样。尤其在老一辈哦，物资匮乏年代成长起来的哦，这什么东西都要留就对了。但是反正我现在哦，真的是丢掉的东西远大于买进来的东西，反正就这样啊。我就是觉得说，想一下这个东西，我上一次用它什么时候，之后会不会用我也不管了，就先丢了哦。如果之后还会要用到，那没关系啊，哦，那就看这个电商平台哪边卖了很便宜的，我不要留那些东西啦。现在房子一平那么贵，你放那些东西才多少钱？对啊，就让自己的生活舒服，在我看来比较重要。大概就是这样哦，帮你整理一下那个柜子哦，那个系统柜做太多了，会满到你自己都觉得生活起来很狭隘。然后空间切割啊，就是一定要封那一堵墙哦。那没有被好好讨论过的话，真的把这个实心的墙给它封起来，哇，那个采光什么的都是问题。然后还有家具买太大哦，家具买太大就看了哦，最容易翻车的地方是餐桌哦，就一买就是4人，你去小宅你要买4人，朋友会来呀，也没有不行哦。那你不如沙发买大一点，对不对？你买那个3人座沙发，还有 L 型的，然后那个茶几就不要用茶几了，你买一个比较大的，反正你就户型就太小了，你哪来的餐厅啊？你就是东西什么的都端到那边看电视，边看电视边吃嘛，大概是这样哦。那个餐桌其实很占空间哦，非常的占空间哦。对哦，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哦。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哦，真的哦，我没胡乱哦，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哦，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哦，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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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
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认真很多哦。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哦，讲八卦。小宅啊，我就是认为说要善用一些透明的材料，比方说玻璃或亚克力，那就透明的嘛，就看得到嘛，它可以让空间显得没那么拥挤。镜子我倒是认为那个是商用空间哦，再去考虑的事情。一般我们的住宅不喜欢说贴太多的镜子哦，你就让那个玻璃或亚克力这样就很好了，那个通透感有出来，这样子就好了。你不要为了要显空间大，我们要贴一堆镜子，处理不好就变汽车旅馆哦。那第二个是装潢的色调，当然就是尽量以浅色为主啊。这个跟买车同样道理啊，同款车黑色显小，白车显大，都是这样哦。真的啊，就很有名的图片嘛。啊，你去路上看啊，同一个型号，白车看起来就比较大。你看那个白车要过窄巷，啊，就觉得说它会撞到哦。那黑车要过窄巷就觉得它没差哦，就是这样，视觉上有放大的效果。所以就是浅色系嘛，明亮跟宽敞。这样很好啊，可以很有效的去改善那个小宅看起来空间很小的问题。再来是我要分享一下，我那个会员影片也有拍，就是那个一房一厅怎么去做隔断，然后怎么不影响到采光，然后又要便宜又要好处理。我现在的版本答案是 IKEA 的方格柜，IKEA 的方格柜。我觉得用起来的效果非常非常的理想啊那当然我自己是没住里面啊，但我看那个房客也是使用的好好的这样。方格柜贴照片给你看，这你一看过嘛就是什么4x4对不对？还有那个3x3 9宫格的有，那也有3x4的都有那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啊来做矮墙的隔断非常的理想，它又可以置物就很理想啦。我有一间那个帮朋友弄的一房一厅，我就摆，然后我摆那个是5x5的因为你摆4x4的话其实你的头是高过它的。那其实当初摆4x4其实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一定要摆到这个所谓的5x5这东西有5x5的然后5x5的话，它的公分数正方形，它公分数已经要180、300，我记得还是187，我记得，反正就比人还高。比人还高的话，它来做矮墙的隔断是一定 OK 了，然后它又可以透光那通常这个的操作就是摆点花花草草，这个之后你看这张图来做这个隔断，对不对？这是 IKEA 官方的照片啊，这个是沙发区嘛，那后面好像是餐厅区嘛，这就是矮墙的隔断又不影响采光，非常的理想。那你要储物，你自己去买一些什么它 size 相符的那个东西放一放，其实就很漂亮了真的很漂亮。好，为什么我说它大概是最便宜的东西呢？是因为你买5x5的，即使你买到5x5价格是6700，我印象中是这样，6700。你知道吗？你现在去木材行你要买齐来制作这个5x5，你想IKEA 那么贵，我自己来做一个好了。你要买齐那个木材材料费应该就超过了就超过6700他卖给你的这个价格了，真的，因为它边框会到5公分厚。那我们台湾在卖木板3分6分嘛，木材是这样木板是越厚越贵，它可以到5公分呢。那你们是不是真的木板啊？我也不管了，反正用起来使用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它会给你那个 L 垫片，让你装好以后能摇晃它摇晃不动。这个拿来做矮墙，拿来做隔断，相当理想然后啊，像照片里面啊，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那个架子拿来做隔断的有没有？它是4x4，4x4我不是刚刚有提到说站起来人会比它高，所以没有那个隔断的效果我错了，为什么？因为它上面还可以摆东西啊。我那时候没想到，我就弄5x5的，然后变成说过道比较小。再让我重来一次，我会只弄4x4那4x4的话，上面继续摆东西，你摆一盆花，摆一盆什么垂钓植物，你人就看不过去了，那隔断的效果就实现了。这个东西真的很便宜。然后4x4的我看多少钱？4x4的4499块4499，这个4500块。你去买木材大概都是超过，因为你要买到边框到5公分厚，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划算。它有3种颜色嘛，木纹、白色跟黑色按照我们的原则，你要么选木纹，你要么选白色那又实用又有隔断的效果，它又便宜这真的是
隔断神器耶，这个放一个，然后在客厅小客厅哦，或者那种客厅跟厨房连在一起的哦，然后沙发背靠着，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啊。不然你自己想，你去砌一道墙，或是你再做一个隔间中间封玻璃，随随便便都是好几万以上，你放这个4500块可以搞定哦，还漂亮哦啊！你把它用坏了，比方说你家养的小狗哦，这边腿抬起来，在这边尿在那个上面，你也不心疼，反正它就是这个价钱啊，隔断效果有出来就好了，非常的推荐哦。那我正在整理一间，然后我也会用这个方式。那这次的隔断哦，我要处理的题目是说，反正那个主卧的设计哦，床怎么摆都不对，你那个床哦，就按最合理的摆法，会变成说床头会对床头哦对厕所门哦，那就不好嘛。那我想一个什么方式来隔断的话，因为中古屋主卧够大哦，我应该会放方格柜来试试看哦，因为这个效果确实很不错，又能除雾，颜值又高，还有隔断的效果，没什么好挑剔啊，还是这么便宜的价钱。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哦，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哦，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哦，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哦，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哦，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哦，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啊，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哦。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